女孩洗白白等待着男友的到来，很快就听到了敲门声。女孩开心的跑去开门，哪知一个醉汉却要强行往屋内闯。醉汉二话不说扔下几张钞票，就要霸王硬上弓。楼下的男友察觉到不对劲，慌忙朝楼上冲去。开门时就看到女友被醉汉压在身下，他急忙扯下桌布，从背后将壮汉勒倒在地。女友空空被吓得缩在床角，男友小帅嘶吼着狠狠捶着眼前的禽兽。打累的小帅还是怒意难消，于是用桌子将醉汉砸晕。空空惊吓过度逃了出去，小帅紧紧跟在身后，生怕他再次遇到危险。事后小帅带他来到警局报案，为了避免空空再次回忆起可怕的经历，小帅主动提出要去外面做笔录。哪知小帅前脚刚刚离开，一个猥琐的男人就凑到空空身边。唔使驚㗎，除咗件褸俾我啊！他借口上面的血迹要作为证據，强行将外套脱了下来。然后他一边盯着空空若隐若现的身材，一边让他重复犯案经过。当得知醉汉手上有五角星纹身后，队长立马露出了惊讶的表情。可这时那只带着纹身的手却打开了警长的抽屉，他放下配枪和证件，在审讯室的玻璃后面死死盯着报案的空空。他将组员全部叫了过来，说空空和男友在搞仙人跳，明明自己付了钱的，还被打了一顿。越说越生气的警长当即就命令组员看好男友，他现在就要去将交易完成。见此垂涎空空的老鬼也立马就跟了上去。与此同时，小帅等了半天都不见警员回来，他无意间从办公桌的合影上看到了那熟悉的五角星纹身，不好的预感瞬间涌上心头。随后他又看到门口有人把守，更是感觉到脊背发凉。想到空空独自在审讯室，他义无反顾地朝门外冲了出去，却被警员死死拦住。当他拼尽全力踹开审讯室房门时，就看到女友正在被他们侵犯，可这时他毫无办法，被两个警员死死钳住拖走。随后小帅面临的就是一顿毒打。这还没完，他们将小帅挂在隔壁房间，让他亲眼看着女友被轮番侮辱。完事后几人还无耻地聚在一起，污言秽语地吹嘘着自己的功力。这时传真机发来了空空的个人资料，直到这时几人才知道空空竟是一名在读高中生。條女唔係雞啊！可吃饱喝足的警长哪里顾得了那么多，马上就给众人吃了颗定心丸。空空有智力缺陷，没有人会相信他的话。至于小帅更好处理，警员解开他的手铐，将警枪强行塞进了他的手里。警员互通口供污蔑他抢劫袭警。一番暗箱操作下来后，小帅最终被判服刑6个月，送进了监狱。服刑期间，小帅一直计划着复仇，他不停地戳破自己的手指，将上面的皮肉一层层磨掉，再将新长出的皮肉咬掉。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毁掉手指上的所有指纹。这些只是他复仇计划的第一步。时间很快来到了小帅出狱的这天，空空带着天真的笑意来接他回家，可小帅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，因为此时空空已经怀有6个月身孕，他甚至都不知道孩子的父亲究竟是谁。委屈和心酸的眼泪瞬间流出，还不知道问题严重性的空空此时就像是一位慈爱的妈妈，她微笑牵起小帅的手一起回家。之后的几天里，两人像是一对新婚小夫妻，享受着本该平静的生活。可这并没有让小帅忘记复仇。这天警员小丁下班刚进家门，就被小帅用盘子碎片当场杀死。很快警方就接到了报案，有位渔夫在堤坝口发现一个散发恶臭的袋子。当队长用剪刀划开之后，所有人就被里面的东西吓了一跳，里面居然泡着一个成型的胎儿，而胎儿旁边夹着一张工作证，上面写的正是小丁的名字。意识到情况不妙，队长马上带人赶到小丁家中，屋内满地的鲜血，顺着血迹看去，所有人都被眼前场景震惊。只见小丁的妻子睁着眼睛躺在血泊之中，整个肚皮被活活刨开，腹中的胎儿已经消失不见。更加不可思议的是，他脖子上的脉搏还在跳，这说明他是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被活活解剖。虽然警方及时叫来了救护车，但女人血液几乎流干，还没等抬上救护车，就已经彻底没了生命体征。还没等警方这边查出任何头绪，小帅已经找到报复老鬼的时机。他刚将怀孕的小女友接回家，转身去倒水之时，就看到女友一脸错愕地看着门口。他缓缓退回厨房，摸向腰间的配枪，可即使他已经做好了防备，还是被小帅连捅数刀瘫倒在地。而小帅则是在他面前将他女友活活解剖。听到老鬼那里传来了声音，小帅立马抢走了他的手机。队长意识到情况不对劲，马上带人赶到了老鬼家，在客厅看到了死状凄惨的老鬼妻子。唯一不同的是，
小帅这次把老鬼的双胞胎留在了尸体旁边，听到浴室里面传来声音，等队长持枪闯进去，就看到浴缸里被烫熟的老鬼。短短3天就有2名孕妇惨遭毒手，警方当即就下令封锁全城，必须严格排查每一个出城的人。而此时凶手小帅所在的公交车正在接受排查，幸运的是执勤警员根本不认识他。可就在车辆即将被放行之时，刑警队长及时出现，要求对公交车重新检查。小帅见情况不妙，趁人不注意悄悄溜下车，可在他逃走时正好被队长发现。李定远，开动！任凭队长怎么喊，小帅都头也不回地往前跑。一番拼命的追逐后，小帅明显体力不支，很快就被按在了路边的草堆里。当队长看清他的样貌，瞬间就确定他就是凶手。随后小帅被带回了审讯室，警员很确定他就是孕妇灭门惨案的凶手，可是却没有任何证据。半年前就是他们一起合伙将他的女友空空强奸，并设计将他关进监狱的。他刚一出狱，当时强奸空空的几人就相继出事，不仅怀孕的妻子被杀，就连本人也死状凄惨。由于案发现场没有提取到有效指纹，也没有找到小帅的其他犯罪证据，因此他们只能严刑逼供。警员一脚就将他踹翻在地，拿出绷带将他的4肢都牢牢捆住，随后又拿出一根特制的钢针，对准他的耳朵直直刺了进去。这还没完，随后他们又拿出图钉，全部撒在桌子上。还没等小帅反应过来，2人合力将他扛起，然后将小帅的头朝桌子摔去。此时小帅已经彻底丧失了反抗能力，重重的摔在地上。而小帅也断定他们没有证据，所以不管队长怎么折磨，他都不为所动，企图装傻充愣就能蒙混过关。一怒之下，队长捡起地上的手枪，对准小帅的眼睛，逼着小帅承认自己就是杀人凶手。可这样的威胁他丝毫不惧，而是用一种死亡的眼神凝视着对方。忧心忡忡的女友空空从新闻里看到小帅被抓的消息，他决定为小帅做点什么。他先是烧掉了自己跟小帅唯一的合影，随后拿起一把水果刀，接着拨通了报警电话，然后挺着大肚子来到了卫生间，在没有任何止痛的情况下，忍着剧痛活生生剖开了自己的肚子，将腹中的胎儿取了出来，最后用仅剩的一口气将那把水果刀塞进了下水道。而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帮助小帅脱罪，小帅是为了帮他报仇才接连杀死几个侵犯他的人。很快小美的事情成功帮小帅洗清了嫌疑，案件引发了社会恐慌和负面舆论，因此厅长亲自来到警局询问案件进展，刚好看到了严刑逼供的现场，眼见小帅差点被活活打死，当即便将队长2人叫出审讯室。如果小帅在这个节骨眼上被他们打死，那他们怎么向媒体交代？怕小帅出去乱说，厅长亲自来到审讯室安抚小帅情绪，最终在小帅表示不追究队长暴力执法的情况下，他才终于被无罪释放。队长始终都觉得这次的孕妇剖尸案并不简单，于是便给退休的警长通风报信，让他注意安全。为了防止小帅继续报复，队长决定让他彻底消失。可他来到医院才发现，小帅已经带着女友空空逃走，于是他急忙就朝楼下奔跑，在楼下刚好碰到了逃走的2人。小帅见状一脚油门就扬长而去，队长立马驱车追赶，同时还给同事打去电话，让他在前方拦截，找时机将其射杀。等到小帅走到了半路，果然就遭到了警员的突然袭击，车子不受控地撞在了加油站柱子上。等警员上前打开车门查看时，小帅绕到身后一下就拍掉了他的手枪，2人很快便扭打在了一起。由于对方身强体壮，小帅很快被油枪管缠住脖子，眼看自己就要被活活勒死，小帅果断按下了油枪，瞬间喷得对方满脸都是。接着他捡起地上的枪，毫不犹豫地朝他扣动了扳机，同时也引燃了喷洒在身上的汽油。就这样不到10秒钟的时间，熊熊大火就将其活活烧死。眼看队长已经追了过来，他立马就朝荒野跑去。队长驾车直直冲了过去，结果连人带车差点撞在小帅身上。随后2人在荒野展开了追逐，队长拿出警棍朝小帅狂抡，直到队长累得气喘吁吁才终于停手。倒在地上的小帅看到前方有块铁片，他捡起铁皮冲着队长的脑袋直直抡了上去，就这样队长脑袋开花，当场毙命。第2天，等退休的警长找到这里，看到车上的空空，他敢肯定小帅也在附近。为了将他引出来，警长竟对着车上的空空扣动了扳机。听到枪声昏倒的小帅瞬间清醒，他强忍着剧痛站了起来，犹如一具行尸走肉朝着救护车走去。警长发现了他，毫不犹豫对着小帅连开数枪。此时小帅再也坚持不住，一下就倒在草丛里。然而就在队长上前补刀时，手枪却出现了卡壳。警長氣急敗壞，將手槍摔在地上，然後對着昏迷的小帥說道：我同你嘅仇恨就到此為止，如果你唔死嘅，就翻嚟揾我。很快時間來到了5年後，警長搖身一變，成為了孤兒院的院長，而小帥也大難不死。
他通过电视找到了警长的位置，然后剃光头发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手枪，最后又看了一眼被他葬在大海的空空，便杀气十足的来到了孤儿院。从这些孤儿的表现中不难看出，警长现在非常受人爱戴，并且把这些孩子都教得很有礼貌。看到小帅的那一瞬间，他非但没有慌张，反而彬彬有礼的请小帅坐下，并且还给他泡了一杯咖啡，然后恬不知耻的说道：“我已經咗你噶啦，我有為你祈禱嘅。”此话一出，顿时让小帅愤怒值飙升。他先是按住了对方的胳膊，然后拔出手枪扣动扳机，一枪崩掉了他手上那颗黑色星星纹身。然后第3枪、第4枪，枪枪命中要害。此时听到枪声的孩子们都来到了教堂，可小帅丝毫没有手软，当着孩子的面结果了这个禽兽。眼前的场景，孩子们都看傻了。可就在他准备离开之时，小孩顿时就如疯魔一般蹦起来勒住小帅，用铅笔猛戳向他的脖子。其他孩子们见状后全都蜂拥而上，此时任凭他身强马大也抵不过人多势众，半小帅重重倒在了地上。